买基金有些基础指标你必须要清清楚楚的了解的，否则只有亏钱的份儿。上期视频呢，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风控指标——最大回测。这期视频呢，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在挑选基金的时候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关注的核心指标，它就叫波动率。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波动率和基金的收益水平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进攻性越强的基金，正常波动率会越大。但是我们要挑选基金，一定是要去在其中寻找一个平衡点，对吧？就是收益还不错，波动率也别太大。波动率具体怎么算出来的呢？大家实际上不需要太过多的去关注，因为大部分基金软件里面都会把这个指标清清楚楚的给你做标注的。那么，到底如何评估什么样的波动率才是好的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拿一个同一类的基金来进行比较。比如，可以在某一个行业主题基金当中去做 PK， 还可以在某两个偏股混合型的基金当中去进行 PK， 或者在两只纯债基金之间进行 PK。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拿债券和股票基金来做对比那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两者风险完全不同，收益水平也不同。债券基金风险小，波动率肯定会比股票基金小不少的嘛，比较没有太大意义。那么究竟我们要怎么用波动率指标进行基金的比较筛选呢？和大家打个比方一定大家就明白了。比如我们在犹豫要在两只同一个时间段内最终收益水平都不错，而且表现一致的基金进行比较，我们就一定要看一下它的波动率数据了。优先选择同样达到了目标收益，但是波动率更小的那只基金。为什么？非常好理解比方说你开车准备去到一个地方，现在有两条路给你选，一条路是平坦的高速公路，另外一条呢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那么你会选哪一条？不用说，肯定是选择平坦的高速公路吧。没有人会去选择颠颠簸簸的土路的，对吧？买基金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反正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何必那么折腾呢？平稳点不好吗？其次波动率除了用作我们评估基金表现稳健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投资体验，让你可以比较有长期持有的耐心我们来看看这张图我们看这个基金的走势，当收益达到了较高的位置，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追涨上车，但是很快市场可能就会教育到你。转眼间就翻车了。心态不好的人是很有可能在这样的大幅下跌的过程中就亏本，直接清仓离场了。毕竟坐过山车的这种心态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了的。相反呢，你看，如果基金的波动率比较小一步一个脚印的往上爬，同时呢，如果我们再把周期拉长去看，依然表现如此稳健，就足以说明人家的成绩并不是靠猜大小猜出来的，而是靠实力堆积出来的。这种基金经理和这种基金才可能会更适合特别是一些新人来进行选择。所以呢，咱们聊到这儿，小结一下，咱们基民去选择基金的时候，肯定是要先选择那些业绩表现好的，对吧？但是业绩好的里面呢，它也是有靠实力和靠运气区别带来回报的。波动率这个指标呢，就很好的帮助我们进行筛选。如果你单看业绩去搞基大概率运气不行的时候呢，会亏得一塌糊涂。这也是很多新手基民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错误。所以呢，还是要选择一个收益不错，但是波动率不要太大的一个基金来供我们进行投资和选择。好的，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视频会讲讲夏普比率，我们下期见。